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美股依旧在高位震荡，但比特币已经提前于美股发生了同美股的背离现象。背离现象当中，我们看到在高位31000点附近，4月19日这一天，比特币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悟空阴线呢是一个标志性的阴线，有了这根阴线之后，我们看到它跌破了一个平台期，并且呢这根阴线非常巨大，几乎吞没了前面行情当中4月10日到4月11日的这根八戒阳线。我们看到前面趋势当中，4月10日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然后是八戒阳线组。那么4月19日的这根阴线跌破了一个八戒阳线的势力范围，所以呢下跌趋势开始。那这个4月19日的这个悟空阴线呢，是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之后突然迸发出来的，它是一个标志性的下跌趋势的阴线。有了悟空阴线之后，后面行情当中4月20日走了一个八戒阴线，然后呢走沙僧阴线。沙僧阴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呢在周六的行情当中出现了一个反弹动作。但整体趋势来看，我认为目前沙僧阴线走完之后仍然会走唐僧阴线因为这里的反弹和震荡呢是沙僧阴线遇到的妖怪 K 线呢干扰了我们对下跌趋势的判断。那最终呢行情目前正在通往唐僧阴线，最终呢形成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洗油，这是在比特币同美股发生背离之后发生的事件。目前对于比特币来说，正走在日线级别下跌洗油的路上。那么同时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切到周线级别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1月初的行情当中，比特币开始了一个启动动作，出现了周线级别悟空阳线，然后走了一组八戒阳线组和沙僧阳线、唐僧阳线。那么在上一周我们看到这个阳线的这一周上，唐僧阳线最终完成之后，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呢宣告结束。那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就有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有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调整所以呢，早在上一周我在会员频道、在公开频道都提前说了要注意。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时间级别调整、方向调整，它要有一个回踩动作。那么目前呢，正走在这个下跌的途中，由4小时级别的下跌西游，目前已经发展到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趋势。那么所以呢，我们给出了一个目标点位呢，大概是在$25,000，这个位置呢是前方2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的一个支撑位，大概率在这个位置$25,000附近才可能遇到有效的支撑。同时呢，对于比特币的行情来看我们在日线级别上看到了非常多的平行结构。比如说1月初的行情1月初到2月份的这波上涨呢，同我们最近的这一轮上涨形成了一个平行结构。那么目前来看，当前的一个下跌趋势正在同2到3月的回调趋势做了一个平行结构，所以呢，耐心等待这个平行结构能够完成调整，能够结束之后再把仓位逐渐加上来。我们在这个位置要耐心等待日线级别下跌洗油的一个完成。同时呢，在仓位控制上我们在3万点附近已经给出了一个减仓的建议。这个建议减仓之后呢，我们要在低位把这个仓位重新补回来，这样呢，在行情当中我们就避免了高位丧失金钱，低位丧失筹码。我们在这里要做到的是在低位把筹码补足，在高位减仓获利离场，把这个赚来的钱呢用在自己生活上。同时呢，在这轮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没有办法画出它在4小时到日线级别的一个下跌的结构。一般来讲，下跌结构也是由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收敛三角形。那么连接之后呢，它会形成一个焦点。没有办法画出来的情况下，就不要强化，直到行情能最终走出一个下跌的收敛三角形，它的结构呢才能够宣告结束。一旦画出这个收敛三角形，我们会看到行情当中会走出一个焦点。那在
在近焦点附近呢，它就是一个变盘发生反弹的一个机会。那么行情在这个位置上依旧处在一个持续下跌的过程当中，所以呢要耐心等待它的调整结束。同时呢，今天晚间21点30分美股开盘之后，势必会对比特币它的走势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目前来看，比特币是跟随美股跟跌不跟涨，出现了一个同美股的背离的现象所以呢21点30以后比特币的波动将会增大。这一点呢一定要非常注意，在波动大的情况下呢，我们要注意控制自己的仓位，避免在行情波动中受到损失。对于以太坊来说，我们看到4月19日走出了一个标志性的阴线之后这根阴线呢叫悟空阴线。有了悟空阴线之后，目前正处在8进阴线的势力范围。那么对于日线级别上就有走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如果能够最终走出唐僧阴线，势必要回到筹码密集区$1620附近在这个位置上是有支撑的。这个支撑呢是由1月到3月份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一个筹码密集带形成了一个箱体同时它形成了一个箱体，在这个位置上才能遇到支撑那么我们也看到了144均线和169均线正从底部跟上来，所以呢到达$1600附近会有筹码密集带的支撑，144均线和169均线的一个支撑。那么在昨天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ID 作为次新币种，首先出现了一个在18点钟的跌破的行为18点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阴线之后就跟读者群的朋友说ARB 也要马上跟来了因为次新币种呢存在一个联动现象，板块联动过程当中领跌币种出现之后领跌币种 ID 出现之后 ，ARB 也会跟从ARB 也是一个次新币种，所以呢。目前来看 ，ID 和 ARB 的结构是非常类似的。我们可以看到，前面上涨的过程当中在日线级别上，在4小时级别上都是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位置，在焦点后侧发动了突破。ARB 也是这种情况ARB 是在焦点前侧发生了突破。总而言之呢，都是在近焦点这个区域上发动了突破。下跌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 ID 首先出现了小日线级别昨天晚间18点的领跌现象，所以呢判断 ARB 也会跟上来。那么目前 ARB 和 ID 出现了一个同步但不同时间的一个现象，所以呢要观察的是领跌币种。领跌币种呢一旦出现异动的话，那么它同板块的币种也大概率会跟上来。然后 OAX 是我会员频道的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它的下跌呢，我们看到了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下跌之前它的上涨，它属于一个次新板块的一个快速上行。快速上行之后它的下跌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我们认为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是容易发生变盘的区域，所以呢将0.29附近是止损之后赚取了一波反弹的利润，但是目前大行情依旧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所以呢它的反弹趋势没有得到持续被扣杀下来。那么后面行情当中，如果一旦形成新的结构仍然还有机会，但我认为它的新的一个结构呢，会依托于前面行情当中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支撑所以呢耐心等待它新结构的发生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机会那么 OAX 上面这波行情这波反弹已经做完了然后耐心等待它的机会。它的机会在于它是一个次新板块，同时呢也是一个去中心化交易所的板块它是一个平台币，并且呢它的总量和市值在 Binance 平台上非常小因此呢后面行情它有重新启动的机会，但要耐心等待它的结构走出来，我们才能抓住这种机会。就下一轮行情来说我认为我们前面关注的 CF 叉和 IN 勾也是可以在调整和下跌过程当中逐渐把仓位做起来的原因是我们看到 IN 勾本身这轮行情涨幅超过500%，从1.2美金涨到9.9美金涨幅达到6.86倍。巨大涨幅之后呢，我们看到它的每次调整幅度虽然非常深，
但总是能崛起。我们看到之前行情走过一轮日线级别的调整，调整幅度接近50%，但调整过后呢，迅速走出了一个新高。那么这轮行情它在日线级别上目前正走一个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唐僧阴线还没有走出来呢。如果唐僧阴线走出来，回调幅度也非常巨大，也会接近50%。但后面的行情中，我认为它在周线级别上存在再次爆发的机会，因为之前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第一轮行情启动走悟空阳线、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第二轮行情启动也是走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因此呢，对于 IN 钩虽然它涨得非常缓慢，有的人在持币过程当中没有耐心，但是每轮上涨呢，它都是一个大时间级别的上涨。因此呢，在调整下跌之后，可以对 IN 钩做一定的关注，同时可以关注的也是 CF 叉，CF 叉是香港板块龙头，这轮调整呢非常凶狠但是后面同比特币我认为它有同比特币一起上涨的机会，它的每次上涨呢几乎都是比特币的3倍左右。因此呢，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这里面有周线级别悟空阳线、八阶阳线，目前正在走在这个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如果沙僧阳线不跌破的话，就有唐僧阳线的机会。但是这个沙僧阳线的开盘价非常低，在0.18，所以呢，你不可能将这个位置设置止损，只能分仓进场，然后逐渐在市场波动当中寻找机会。那么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焦点位发生跌破之后，持续发生下跌，在日线级别上形成了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它的一个支撑位逐渐上移，日线级别支撑位逐渐上移 ，K 线向下交汇，那么支撑线一旦价格接近支撑附近才是可以更多的进行一些抄底的机会。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看到我们 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感谢大家，再见。